你怎么？我是你父张元秀，你怎么连为父我就不认识了？赵老三呢？200块钱彩礼我都收了，你今天必须嫁了！我不嫁，我死也不嫁！啥叫不嫁？钱我们都收了，赶紧回去收拾收拾，跟人家走。死老头，这是我的闺女，你少管闲事儿。家里小子生病，急要钱救命呢，这不是没办法才拿他换点彩礼钱。再说当姐姐的帮帮弟弟是应该的。200块钱就把我卖了，让我嫁给赵老三，他都50多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为了救小子，把闺女嫁给那种人家，你们这当爹妈的咋那么狠心？我嫁的是自己的闺女，关你啥事儿？我让开！叔，我不想嫁人，我就想学唱戏，求您帮帮我，哪怕在戏班子跑龙套、端茶倒水都行。就你还想学唱戏？你也不看看你那熊样，赶紧给我回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行了，这200块我出了。这200块钱是我半辈子的家当，拿去给你儿子看病。真是200块钱。那赵老三那边，反正钱都拿到，闺女给谁不是给？这钱你拿走可以。今天台下父老乡亲做个见证，这闺女我保了，以后这闺女是生是死都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好，起来吧。周老师，恭喜您斩获国际戏曲大奖，让地方戏登上了世界舞台。周老师，请问您此刻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？抱歉各位，周院长刚演完需要休息，采访到此结束。周院长，查到李长生老师最后的出现地了。周院长已经安排人去核实李长生老师的具体住址了，很快就会有确切消息。30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他了。我们这个戏班子不养闲人，你说你能学，都会些什么基本功？展示展示。我会翻跟头，以前在地楼上面经常翻，我这就翻给你们看。哎呦，这胳膊腿都硬了跟柴火一样，没半点柔韧劲儿，这不中啊！是啊，这学唱戏得从娃娃抓起，练的是童子功。这闺女瞅着得有15了吧，骨骼定型了。老李，我看你那200块血汗钱算是打水漂喽。叔，别赶我走，我就是太紧张了，我能行的，我再翻一次，我这次肯定能翻好。叔，我打小就喜欢唱戏，你们在村里吊嗓子的时候，我都偷偷跟着学了嘞，我会唱。老公爹，你再莫要怒声声，听儿媳话。笛子差了些，但这嗓子里有戏，心里有戏。这女娃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人。我今儿收你为徒，但你记住，你起不晚，往后有的是你吃不尽的苦头。还傻愣着干啥？李师傅收你了，快磕头！谢谢师傅。还有幺妹儿、幺妹，这名字不好，今天起你就叫周红梅，红梅傲国，迎寒而开。师傅，红梅记住了。枪要挑起来，什么时候这枪能在你背后的令旗上打转50下？什么时候吃饭？46、47、49、50、51。师傅，我拿到了。师傅。
师傅，你这是咋弄嘞？红梅呀，你以为这省剧团的名额是天上掉下来的？中了，别说了，拿到了就中。凭啥不说？红梅，这名额是你师傅拿半条命给你挣回来的。啥？你是个旦角，可你师傅是武生和老生，加上你天赋好，这才几年已经没东西教了，就琢磨给你找个旦角的名师。刚好前几天省剧团有投资商点名要听一出失传了几十年的戏，这戏难度大，会的人不多。李师傅恰好会，省剧团找过来，前提是让你进省剧团学习。这出戏是要武生跪在地上，膝盖随着鼓点一步一动，足足演半个小时。坚持住，今天就是豁出老命也要演完。师傅，我不去省剧团，我哪儿都不去。胡闹！戏比天大，你拜我为师的第一天，我就教过你了。到了省剧团，你得给我拼命学，好好唱，别丢了我李长生的人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师傅，你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去了省城没多久，老戏班散伙了，我就再没见过师傅。托人找了30年，却杳无音信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。戏班解散后，李老师的外甥刘继宗把他接回了老家，说给他养老。外甥？那他怎么会失联？去年，刘继宗连哄带骗，房子一到手，刘继宗彻底变脸。什么？他把李老师赶出门，现在李老师住在一个废弃伙房里，每天穿着戏服在街头乞讨为生。这个畜生！那我师傅怎么不打官司要回来？老人哪懂这些法律，况且还是亲生外甥，估计是抹不开面子，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。抹不开面子？好，那我来替师傅撕破这层脸皮，立刻联系省内顶级的律所，我要替他讨回公道。老来我用讨人嫌。你个老不死的，在外头唱一天就挣了这俩钱，都不够我打牌呢。季总，这钱给我留点吧，我已经1天都没有吃东西。挣这点钱你还想吃饭？舅舅，别忘了我要给你养老的。你现在不拿钱养我，以后我拿什么给你养老？这么少，你个老东西是不是私藏了？别抢，那是我看病的钱。看什么病？看病不花钱啊？老了等死就行了。给你脸了是吧？再不松手我就不客气了。住手！哎呦，谁他妈的多管闲事儿？啊，疼！放开老子！师傅，俺是红梅呀。红，李长生，你这个老东西长本事了，敢找外人来打我，看我不弄死你！季总不是个东西，要是知道红梅是我徒弟，现在富贵了，肯定会赖上他。我不能拖累红梅。你这闺女，我不认识你。师傅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姚妹啊！快把我外甥放开，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管。算你们识相，老不死的东西，走，回去收拾你。周院长，你这师傅也太不知好歹了。听他当年教戏没少打您，我看他就是个坏脾气。他都这样了，咱管他干嘛？回吧。你懂什么？师傅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。当年我被亲爹妈卖去换彩礼，他毫不犹豫掏出半副身家救我出火坑。他现在不认我，是怕那畜生外甥赖上我拖累我。对不起，周院长。走，去他住的地方，我要看看他究竟被欺负成了什么样。师傅，是我，红梅，您开开门。什么红梅？说了不认识，赶紧走。师傅，我们30年没见了，您开开门，让我看看您。你们找谁呀？
大妈，我是李长生的徒弟，专程来看我师傅的。呀，你就是老李天天念叨的徒弟。老李，你徒弟盯着大学来看你了。他不是我徒弟。咦，你看你咋恁倔嘞？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我给你端了饭可就凉透了。我不饿，让他走。我有办法。大家伙快出来看稀罕啊！老李的出息徒弟开着大汽车来看他啦！别喊，别瞎喊。让季总听到了，对红梅影响不好。师傅，您就住这种地方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不好好唱戏，跑这儿来哭什么哭？你是不是犯了什么大错，让剧团给赶出来了？李老师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周院长怎么可能被赶出来？他刚拿了国际戏曲大奖，周院长这次来就是专门接您去养老享福的。我活得好好的，有吃有住，用不着你来给我养老。人你看过了，赶紧走吧，别脏了你那身好衣裳。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？你是不是电视上经常演戏嘞？那个省里的大名角长木桂英那个？大妈，是我。老李，你听见没？你叫出大名角了，这下你可熬出头了。我得好好跟你徒弟说说你遭的罪。别胡说，我遭什么罪了？我这挺好。红梅，你现在是名角了，更不能待在这儿，赶紧走。好什么好？你还瞒着人家干啥？闺女啊，你师傅那个亲外甥刘继宗，他就不是人，花言巧语骗了你师傅的老债，转头就把人赶出门。别说了，要不是街坊邻居凑合，给他腾了这么个伙房，他早被冻死桥洞底下了。现在你徒弟出息了，愿意帮你，你这死老头怎么还不听劝呢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是，来的路上我全都知道。知道了也别管。红梅啊，你一个女娃闯出这么大名堂不容易，得爱惜羽毛。我家这滩浑水你弄不明白，听师傅的话回去。没有什么弄不明白嘞，师傅，我唱了30年的戏，那戏台上就从来没有一出是叫人忍气吞声、含冤而终嘞。好孩子啊，你师傅没有白教你一场。现在老李身边是真没个亲人了，你要是愿意帮，就一定得帮到底呀。你不知道他过得多造孽，大伙起初顾念当年听他戏的情分，还肯搭把手。可这时间一长，谁家没个难处？老李都70多了，要是没个人照顾，这大雪天他可熬不过去呀。王嫂子，别说了，红梅，你听师傅的。你一个唱戏的女娃，斗不过刘继宗那个混账东西的。师傅，你别担心这个。当年我送你去省剧团，只盼着你有口安稳饭吃，能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师傅就知足了。没想过让你报答我。你这是干啥？快起来！师傅，当年要不是您花了那200块钱，我早被亲爸妈卖给老头换彩礼了。这辈子都在泥里打滚的周窑门，没有您逼我练功教我唱戏，就不会有今天风光无限的周红梅。30年了，我端着您给了饭碗，拿着您教的技艺谋生，您救我出火坑，这是比天还大的恩情。师傅，您就让我尽回孝，帮您一回吧。傻孩子，师傅心里苦啊，但是没有办法了。当初房子是我自愿过户，白纸黑字要不回来了。师傅，您放心，这房子我一定能给您要回来。我不光要回来，还要让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你这丫头说什么呢？你就是个唱戏的，这不是你该掺和的。你今儿来看过我，我就很高兴了，其他的就别想了。老先生，您不知道吧？周院长现在不但是大名角，还是知名企业家。别的不说，在咱们这里，只要周院长一句话，最厉害的律师马上到位。师傅，您信我一次，等明天见了律师，咱们就一定有办法。周院长，这案子能打？怎么打？他可是逼着我师傅签了自愿过户协议的。
法律可不是耍无赖的挡箭牌，这协议的本质是附条件赠与，关键性的证据有2个。第一，这协议上写得很清楚，养老是过户的先决条件。第二，我们有街坊邻居证明刘继宗没有履行养老义务，并构成遗弃。那是不是能直接要回来？根据法律规定，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，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。真的？我的房子还能要回来？当然，房子过户到现在还没超过1年，完全在法定撤销权的保护期限内。太好了！好，徐律师，需要什么支持你尽管提，无论花费多大代价，我师傅的房子必须要回来。我现在就去立案诉讼，向法院申请撤销赠与，要求刘继宗返还房屋，并强制配合过户。红梅，师傅这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是我老了没用，没守住自己的房子，还让你跟着跑来跑去，得耽误不少功夫吧？师傅，您跟我客气什么呢？30年前，您为了我拿出了半副身家，我现在不过是找个律师给你要房子，算什么辛苦？您就应该跟我回城里，让我能天天孝顺您。我不过教了你点本事，当了你几天师傅，哪能让你给我养老？这传出去像什么话？我不去。当初您护我小，今天我给您养老，您就跟我的父亲一样，女儿给父亲养老天经地义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在村里住惯了，守不住城里的规矩，我就想在我的老房子里寿终正寝。你要是真有心，能来看看我就好。这些都不急，先打官司，等房子到手，我陪您去过户，咱风风光光地搬回去。好。红梅，这房子真的能要回来？师傅，您放心吧，徐律师可是圈内的招牌，没有败诉过，他出马肯定没问题。不，我相信律师，我是怕这亲舅舅告外甥，担心村里有人说闲话，到时候会连累你。师傅，民情是民情，法律是法律，法律永远高于民情。恁老放心吧，真有人敢闹，我绝不会心慈手软。徐律，有进展了。周院长，材料我已经提交了，法院向刘继宗发传票了。这2天刘继宗在到处打听你，估计是要来省城了。他打听我干什么？我查过他，40多岁，一事无成，天天就是抽烟喝酒打麻将，没有固定收入，离开李老师的老宅连个落脚地都没有。他找您应该是想让您撤诉。靠着舅舅的房子安家，却把亲舅舅撵出去，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。现在怕了，他不就是觉得我师父没后，能任他欺凌榨干？可师父还有我这个徒弟在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师父就是我的父亲，让他尽管来，有什么话到法庭上说。墙要挑起来！什么时候这墙能在你背后的令旗上打转50下？什么时候吃饭？周院长，刘继宗找来了，还带一个老头在剧团门口大呼小叫，非要见您，让您给个说法。哼，终于来了。周院长，我看是来者不善啊。那个老头估计是他们村里有点势力的长辈，要不直接让保安把他们轰走。哼，轰走岂不是显得我周红梅心虚，怕了他们这群地痞无赖？但你看他们这个样子，摆明了就是来胡搅蛮缠的。胡搅蛮缠又如何？我倒要听听，这个吸着我师父血的蚂蟥，能把丧尽天良的恶行说出朵什么花来？抱歉，这里禁烟。哼，周院长是吧？我是季总的三爷爷刘能。季总和长生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但这到底是他们舅甥俩的家务事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劝劝，都是亲戚，没必要打官司吧？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免得伤了和气。怎么个化小法？你先撤诉，坐下来慢慢谈嘛。慢慢谈，是想慢到我师父被冻死吗？一个70多岁的老人，寒冬腊月被亲外甥赶出家门，乞讨为生的时候你在哪儿？现在跑出来装模作样了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，我不会撤诉。你们与其在我这里磨嘴皮子，
不如赶紧回去找个好律师，准备应诉吧。周红梅，你别忘了，这房子是我舅舅自愿过户给我的，白纸黑字。就算你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打官司你也要不回来。刘继宗，法律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，是不是自愿，怎么个自愿，法院会给你算清楚。你要是没做亏心事，真有底气打赢官司，今天也不会死皮赖脸的来找我撤诉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跟我老舅之间的事儿，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你欺负我的恩师，就跟我有关系。季宗，周院长，别这么大火气嘛。凡事讲究个亲疏远近，公序伦常。说破天，这也是李长生跟刘继宗的家务事，你一个外人管不了。再说了，你可是大艺术家，这么大张旗鼓的打官司，传出去说你一个外人跟人家亲外甥争家产，对你名声也不好。打着养老的幌子骗亲舅舅的房子，把亲舅舅赶到冰天雪地里自生自灭，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，也配叫外甥？你骂谁是畜生？刘能，你也是黄土埋到脖子根的人了，推己及人，就不怕将来你的子孙有样学样，把你也赶到街头要饭去？送客。周院长，好消息，法院已经批准了财产保全，老宅被查封了。这么快？在官司尘埃落定之前，那套房子谁也动不了。刘继宗已经被从房子里驱逐出去了。太好了，我得赶紧把好消息告诉师傅，让他心里也踏实踏实。王大妈，出什么事了？红妹，快去救你师傅！我师傅怎么了？刘继宗被法院贴了封条赶出去，彻底狗急跳墙，带着人去闹老李去了。红妹啊，刘继宗被赶出去的事在村里都传开了，这可是俺们村头一回见着法院封房子，他现在闹着要去找老李算账。他没房子住，就去找我师傅撒泼，何止啊！之前村里人找过恁，被恁轰出去了。他们觉得是老李在背后指使的，不给他们脸面。他们现在召集了人，打算把老李拉到村里祠堂亲自聊聊。老李都去世了，冰天雪地的，哪经得起折腾？好大的威风！这是法治社会，他们还敢私设公堂？周院长，限制人身自由，聚众威胁，这已经触碰刑法了。谢谢您，婶子。冰天雪地的，您还大老远找过来。当年俺家孩子多，家里汉子又常年生病，全村人都躲着俺，没人愿意帮。只有老李掏钱借给我，救了俺一家子的命。他是个大好人啊，俺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那帮混蛋欺负。是啊，师傅这一辈子嘴上从来不说啥，但该做的好事他一件没落下。他这么好的人，不该有这样凄惨的晚年。既然刘继宗和那帮老顽固非要玩宗族规矩这一套，那我就跟他们死磕到底。备车。明白，周院长。徐律，带上所有的取证设备和法律文件，跟我去村里。我倒要看看，今天谁敢动我师傅一根汗毛。红妹，你们去了可千万当心，村里祠堂是他们刘家的地盘，平时外姓人都不让进。祠堂再大，也大不过国法。我不仅要进，还要把他们那块遮羞的牌匾砸个稀巴烂。红梅啊，村里原来是3个族老坐镇，图个与世讲理公平，可现在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那个带头的刘能是刘继宗他爸的亲三叔，另外2个族老跟刘能也有关系，尤其是那个徐德发。徐德发有个远房的亲戚刚死了丈夫，眼下正巴巴等着跟刘继宗说亲呢。他们这帮人分明就是穿一条裤子，老李落到他们手里能落着好吗？蛇鼠一窝。徐律，取证设备都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周院长放心，高清微型设备已开启，视音频云端实时同步。好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仗势欺人。老李呀，按咱们这地界的老规矩，事儿可不是这么办的。我李长生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没坏老规矩。恁看恁有什么委屈不来找俺，反倒让恁那个外姓徒弟出头，把事儿闹得这么大。就是十里八乡都看咱们笑话，你让老祖宗的脸往哪儿放？恁那徒弟把继宗从家里赶出去，害得他都没个落脚地。今天这事儿必须得在牌位前算清楚。我的好舅舅，听见没？今天三爷爷替我主持公道，我倒要看看那个唱戏的还能不能救你。当初说好继宗给我养老，我才把这半辈子的身家托付给他。
白纸黑字摁手印的时候，你们三老可是亲眼见证嘞。结果他得了房子就翻脸不认人，大冬天的把我赶出门。我冻得要死的时候找过你们评理。哼，你们推脱年纪大了，家务事管不了了。现在红梅替我出面打官司，法院封了老宅，你们又能出来管了？你们是拿了刘继宗的好处吧？胡说八道！村子里啥时候没管过你？当初你没地方去，村里给你腾废旧伙房，你别不识好歹。那伙房是王嫂子看我可怜，冒着得罪你们的风险给我腾的，地方是人家的，你管了什么？李长生，今天叫你来，不是听你讲道理的，就一句话，你必须撤诉，否则让你在这村里待不下去，连那个破伙房你都别想住。事情是你起的头，还得从你这里结束，把字签了，把诉撤了。那套老宅我就做主，继续给季总住。我不会签嘞。长生啊，季总他妈临死前可是拉着你的手，求你照看刘家唯一的根。我是答应过我姐照看。季总40多了，没个房子怎么娶媳妇儿？你不给他，是想断了你姐家的根吗？以后你到了地下还有脸见你姐？老九，你这么大岁数，有个三长两短嘞，还不是得靠我？你是个绝户，死了发丧，没我这个外甥甩盆，你起不了灵，进不了祖坟。你个畜生！我李长生以后死了，宁可破席子一卷，扔进野地，也用不着你这种白眼狼来送终。我李长生唱戏60载，唱的都是忠臣良将，演的都是肝胆相照。如今红梅为了我请了最好的律师，我绝不会让他的心血付诸东流。这字我死都不会签。老不死嘞，给脸不要脸！你知道我的脾气，逼急了我什么都敢干。你徒弟可是大名角儿，你就不想想他的前程？你这畜生，你要对红梅做什么？老舅，你说他一个大艺术家跑回乡下抢师傅的房子，这爆出去得是多大的新闻啊！红梅是帮我讨回公道，你少往他身上泼脏水。公道？我只要在镜头前扮可怜，掉2滴眼泪，说他仗势欺人，把我逼上绝路。你说那些自媒体会怎么写？到时候网上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，他还能在省剧团当领导？他还能满世界去演出？长生啊，为了套房子，搭上你徒弟一辈子的前程，这买卖可不划算啊！不能连累红梅，我就是死也不能连累他。这就对了嘛，赶紧签字画押，你徒弟的名声保住了，我也能安安稳稳住大宅子。这字不能签。师傅，这字不能签，一旦签了，房子就真要不回来了。刘继宗，你敢私设公堂，逼亲舅舅签了放弃协议，不就是觉得村子离成员我管不到这里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现在我师傅的代理律师来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，跟律师说吧。哟，周大院长带个律师来吓唬谁呢？还录视频啊？那可得录清楚了。我可没逼迫我老舅，是我老舅自己想开了，觉得年纪大了没几年活头，我又是唯一的血亲，房子应该给我。你把师傅大冬天赶出门，害他流落街头，绝对不可能把房子自愿给你。是不是自愿？问我老舅不就知道了，对吧？老舅，好好说，不然你想想后果。师傅，您别怕，只要您说一句是被逼的，天塌下来我顶着，一定给您讨回公道。红梅当年跟着我，冬练3灸，冻得长冻疮，夏练3伏，热得长痱子，却不肯耽误一日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舅舅，问你呢，咋不说话？红梅能走到今天不容易，不能为了我的事儿要个房子，让刘继宗赖上，毁了他的名声。你别问了，师傅。继宗说的对，我老了，房子留给外甥是天经地义，这协议是我自愿签的。听到了吧，徐大律师，你那破机器可得录清楚了。我舅舅亲口承认自愿了，这就对了嘛。一家人有什么事坐下来说就好了，何必闹到打官司的地步，让外人看笑话？现在话都说明白了，这官司就撤了吧。师傅，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师傅，他们是不是猥亵您了？今天我在这里，徐律师也在这里，他们不敢拿您怎么样。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能给您把公道讨回来。刘继宗是个地痞无赖，活得出去，但红梅是艺术家，名声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不能让他毁了红梅。没人逼我，
我就是自愿嘞。师傅，我和外甥的事儿，你一个外星人凭什么拦住？我还指望季总以后给我摔盆大碗，不行吗？你走，带着你这些律师助理，立刻回你的省城去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师傅，您说不用我管？怎么，我说了还不够明白吗？你就是当年我教过几天的徒弟，跟我没亲没故嘞，少在这儿跟我装孝顺，你给我滚！老李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连个好赖人都分不清了。你徒弟为了你跑前跑后，连省里的大律师都请来了。一听说你被这群畜生带走，人家顶着大雪就来了。你呢？你现在当着人的面拆你徒弟的台。我不告了，他长途跋涉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房子我就愿意给我外甥。你疯了！当初他欺负了你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大雪天把你赶到外面等死，现在你还指望他？老李呀，老李，你活该被冻死！没错，我是活该。我这辈子只靠外甥，靠不到外姓徒弟身上。周红梅，你给我走，现在就走！师傅，师傅！老舅，这就对了嘛，外人哪有自家人靠得住？来，把字签了，手印一盖，咱们就是俩，以后还是一家人。本来我住老宅，你住你的破伙房，大家相安无事，你非要弄这一出，搞得大家心里都不得劲儿，图个啥？只要我放弃了房子，你就不为难红梅，你答应我？行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签了字画了押，我吃饱了撑的，去管那戏子干嘛？我李长生善良了一辈子，怎么会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？师傅，你开门！红梅呀，老李是彻底老糊涂了，连个好赖人都分不清了。你为了他大钱大人情，他反倒像着那个吃人的白眼狼。这种人你也就别管他了，让他自生自灭去吧。不，当年师傅教我唱戏，他常说戏里讲忠义，戏外分黑白，大道理比谁都明白。他不可能是个好坏不分的人。周院长，您的意思是李老师有难言之隐？刘继宗这种泼皮无赖，肯定是拿我的名声前程威胁师傅。师傅为了护我，才故意说那些狠话赶我走。我不能走，我要带师傅回家。不能按。师傅，我们走。臭婊子！你敢坏我好事！刚才看你是个大名角，给你留几分面子，你真以为我是吃素？你再敢掺和我舅了家事儿，老子跟你没完！法治社会，你跟我没完！今天我还就看看你能怎么跟我没完！红梅，糊涂啊！这畜生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别惹他，你快走！老先生，您快歇歇。我们团长今天带着省里最好的律师来的，绝对吃不了亏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。你不知道，刘继宗他不是个东西啊！周红梅，你真要为了一个老绝户跟我过不去？是你丧尽天良，必须有个交代。周红梅，你以为我在道上这么多年白混的？对付你一个唱戏嘞，老子有的是手段。你有什么见不得人手段，尽管使出来。你是大艺术家，你要脸，我一个老百姓可不要。别逼我找人曝光你，让你身败名裂，看你以后怎么在台上唱戏。季总，你这畜生，你不准害他！红梅，快走，别管我啦！师傅，朱院长，老先生是气急攻心晕倒，他这个年纪很危险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快送医院！站住！今天不签撤诉书，谁也别想踏出这个门槛。刘继宗，这是你亲了舅舅，这个时候你还想着撤诉？你舅舅的命重要，还是房子重要？你分不清吗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房子到不了手，今天他就是死在这儿，也不能走。你就不配为人？
今天我就是活出这条命，也要带我师傅走！我看谁敢拦我！小张，报警！告诉治安局的人，这里有人非法拘禁，蓄意谋杀。要么撤诉，要么等死。不过他死了更好，我是唯一的血亲，房子照样归我。我求求你，让我先送他去医院。撤诉了事儿，咱们什么都好商量。你不仅要撤诉，还要给我300万。你是国际大名人，不缺这点钱吧？把钱拿出来，不然就等着收尸吧。300万，你穷疯了！我没带那么多闲钱，你们身上有多少？只有3万。我先给你3万，你看能不能？哼，不能。300万1分都不能少。既然拿不出来，就写欠条。你，欠条就写周红梅伤害刘继宗，自愿拿300万和解。我签。签吧，周大院长。周院长，这不能签啊！他就是趁火打劫。我师傅的命都快没了，我还在乎这一个欠条吗？可是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人你带走吧。我们走。周大院长，别忘了按时给我打款啊！季总，周红梅可是名人，有权有势，你这么做会不会出事儿？怕什么？我光脚嘞不怕穿鞋嘞。有了这欠条，就算他不撤诉，我还能告他欠钱，左右都能赚一笔。老人严重营养不良，身上有多处软组织挫伤，这是被长期虐待留下的痕迹。长期虐待，这简直是畜生！徐律师，增加诉讼请求。这次不仅要告刘继宗霸占房产和虐待老人，今天在祠堂里那几个助纣为虐的帮凶，我也要一并起诉。欺负我师父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周院长，刚才在祠堂，他们敲诈勒索的那些话，我全都录下来了。而且，祠堂里你签下的欠条是被迫的不作数。哼，刘继宗以为你签了名字就能要到钱了，却不知道那是他敲诈勒索300万的铁证，因为数额特别巨大，足够送他进去踩10年缝纫机了。我这就去整理材料，这场官司刘继宗必输无疑。周院长，法院那边传来消息，咱们的案子开庭日定在1个月后。周院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刘继宗弄了个大喇叭，正坐在剧院大门口闹呢，外面围得水泄不通。再这么下去，肯定会引起关注的。红梅，是不是季总那混账东西又惹出什么祸端了？我这就去管他。师傅，您别多想，不是刘继宗，是年轻演员闹了点情绪。真的？是真的，老先生，团里等着周院长回去拍板定夺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你赶紧去，别耽误了。好，师傅您安心休养。大家来评评理啊！里面那个周红梅仗着有钱有势，强行把我舅舅抢走，害得我没地方住，在街头生生冻了好几天啊！你好歹也是个大人物，就这么欺负我们平头百姓吗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今天就坐在你们剧院门口，非得闹出个所以然来不可！你才懂了几个晚上，这就受不了了？那你亲生舅舅我的恩师，可是被你扫地出门，在废火房里忍饥挨饿，生生冻了几个月呢！你少污蔑我！明明是你给我舅舅打伤了，还给我写了欠条，我才放你来。你们看，白纸黑字，他周红梅欠我300万和解费，半个月了1分没见着，大名人说话当放屁。这欠条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清楚。刘继宗，你怎么有脸闹事儿的？怎么来的我不管，这欠条是你写的，上面是你手印，你就得认，就得给钱。你真以为在这撒泼打滚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？我不仅要帮师傅把房子拿回来，还要把你这畜生送进去。你吓唬谁呢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不给钱，老子就去告你。去告可以，不过这张欠条没有任何法律效力，因为我能证明是你敲诈勒索来的。我们已经报案了，你就等着带银手镯吧。
你们合伙坑我！周红梅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绝不会放过你，你会后悔的！周红梅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师父不仅救过我的命，更对我有再造之恩。我要是眼睁睁看着他被你折磨，那我才该后悔。你有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尽管使出来。我周红梅哪怕搭上自己的一切，也绝不会让我师父晚年再受苦。被个唱戏的欺负成这样，甘心吗？你打听这个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是周红梅在剧团的同事，今天专程来找你聊聊。周红梅的同事，你他娘的是来替那个贱人看老子笑话的吧？赶紧滚，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揍！我跟周红梅虽然是同事，但是有过节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你现在可是过街老鼠，连警察都要找你，你难道就打算在这个破地方躲一辈子？我有一个办法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不仅能让你顺顺利利拿回老宅，就连那300万的欠条，我也能让你拿到真金白银。我是觉得周红梅一个戏子，不好好唱自己的戏，非要多管闲事，插手别人的家务事，这种人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就是，没那个戏子从中作梗，我他妈也不会过成这样。你想要维权，坐在剧院门口干嚎能顶什么用？对付这种名人，你得动动脑子，找媒体曝光他。我能不知道找媒体管用？可我一个平头百姓，饭都吃不上了，我上哪儿找那些门路去？你没有门路，我有啊。你肯帮我？我不光帮你找媒体，还能帮你买水军、找营销号。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我保证让周红梅跪着把老宅给你送。周院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天塌不下来，慢慢说。刘继宗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堆无良营销号，在网上铺天盖地的造谣，说您和李长生老师有不伦之恋。我还以为他长了多大本事，闹了半天还是这种下三滥的流氓手段。周院长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网上现在骂的可难听了。您拿了国际大奖后一直没露面，后天可是100家媒体正式采访您的日子，到时候那些无良媒体肯定会揪着这事儿不放，这对你影响不好。要不咱们把后天的采访取消吧，先避避风头。取消？我行得正坐得端，为什么要避风头？采访不取消，照常进行。既然他们把这盆脏水泼到了明面上，那有些话我就当着全天下媒体的面，跟他们好好说明白。哎，最近网上那爆料你们看了没？真没看出来啊？能没看吗？周红梅大师平时端着架子说不结婚是献身艺术，搞半天是有恋父情节的变态，口味真重。这要是坐实了，一代戏曲大师可就身败名裂，晚节不保喽。还是您这招绝，这臭戏子今天绝对下不了台。好戏才刚开场，给我盯死了，别让他跑了。周院长，请问网传您与七旬恩师存在不伦之恋是否属实？有爆料称您童年缺失，有严重的恋父情节，您对这些丑闻有什么解释？别急，往后退。今天的采访先到此为止。保安，护送周院长离开。终止采访。周院长这是做贼心虚，想要落荒而逃了吗？如果不心虚，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？网上的爆料就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心虚，我周红梅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。既然你们这么想听故事，好，今天我就当着全天下媒体的面，把我和李长生的底透个干干净净。在座的各位都知道，我是省剧团走出来的名角，但没人知道，李长生那个连顶棚漏雨的草台班子，才是我的来时路。30年前，我被亲爸妈强行绑走，要拿去换200块彩礼嫁给老光棍，是我师父李长生掏空了他唱戏攒下的半生积蓄，把我从火坑里赎了出来。他不仅赐我性命，更手把手教我四功五法，教我明理做人。如今他却被亲生外甥骗光了房产，大雪天被扔在街头卖唱乞讨，我身为徒弟怎能不管？至于网上那些所谓的不伦之恋，全都是丧尽天良的蓄意污蔑。
我周红梅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任何脏水。我师父的公道，我讨定了。原来是知恩图报啊！这造谣的外甥也太不是东西了。周红梅，你真不愧是名角啊，长了一张好嘴，黑的都能描成白的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我身边这位就是李长生世上唯一的亲外甥刘继宗。大家听故事不能只听一面，也得听听人亲外甥怎么说的吧。大家千万别被这个毒妇骗了！你们看看这白纸黑字，我舅舅是自愿把房子给我的，我一直在尽心尽力赡养他，全都是他在从中作梗。他嘴上说着报恩，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跟我舅舅见不得人的丑事。他用手段迷惑我舅舅，想把我们老刘家的宅子据为己有。他还雇了黑心律师，以权压人，要把我往死里逼呀！这种道德败坏的戏子根本不配当剧团团长，他必须下台。我想，大家应该更愿意听我把故事讲完。白纸黑字，难道真是周红梅仗势欺人？尽心赡养，大家看看手里的照片，这就是他口中的尽心尽力。让一个75岁的老人在零下10几度的寒冬住这种四面透风的伙房。不仅如此，这上面还有全村几十户街坊邻居的联名证词，证明他霸占老宅后将舅舅扫地出门。天哪，这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，太不是东西了，连畜生都不如！装可怜啊，把水搅浑。哎呦，我冤枉啊！这照片是 P 的，大家可怜可怜我吧！我才是被他找来的黑社会律师逼得流落街头，现在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啊！大家评评理，哪有舅舅把房子传给亲外甥，还得经过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徒弟同意的？他凭什么多管闲事？我以前也想不明白，你一个大腕什么都不缺，干嘛非咬着那套破房子不放？后来我回村里一打听，才知道你当年学戏的时候就天天赖着我老舅不要脸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师父清清白白的。不承认是吧？你以为没证据了？我老舅的床底下至今还藏着你当年唱戏的裙子，谁知道你们这孤男寡女是不是早就搞在一起了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徐成律师吗？他怎么会来？还帮周红梅？是啊，这徐成律师向来刚正不阿，谁遇到他都得脱层皮。难道这里面真的有隐情？刘继宗，凡事要有证据。你今日当着百家媒体的面空口造谣，我已经安排团队全程录音录像，诽谤罪的起诉书明天就会送到你手上。你少拿法律吓唬我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实话？那你听听这个。这是你亲舅舅，他都危在旦夕了，你怎么还想着房子？命悬一线，别说是病了，今天就是死了，他也绝不能走。不仅要撤诉，还要给我300万，不然就等着收尸。拿亲舅舅的命敲诈300万，这也太没底线了！你这种人渣怎么好意思装苦主？讹着是贼喊捉贼呀！拍下他，这种人就应该发网上，让他火！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！别追了，人都跑了，你别跟着受伤了。徐律师，刚才多亏你解围，谢谢。周院长客气了，我这也是为了案子。他今天闹得越大，影响越恶劣，敲诈勒索和诽谤的罪证就越做得实，这对我们即将开庭的案子越有利。你刚才受惊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工作关系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，我这就回去整理开庭材料。周院长，昨天记者会后，刘继宗算是彻底臭了。网友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他不学无术的黑历史，甚至当街殴打老人的视频全被扒出来了。现在舆论彻底反转，这对我们接下来的庭审非常有利。是啊，现在网上都在夸您尊师重道，您的名声越来越好了，连带着咱们剧团的关注度都翻了好几倍。你现在可是风头无量呢。我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出风头，更不是为了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。我只想师父这样的好人能安享晚年。至于刘继宗，必须要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。您放心，证据链已经闭环，他跑不掉。你还敢来找我？都怪你出的馊主意，不仅没毁了周红梅，反而害得老子现在成了全网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现在只要老子一出这门，外面不知道多少人举着手机等着拍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蠢货，这就沉不住气了。网友的风向是最容易变的。
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既然他们骂你不孝，那你就去给他们表演一个洗心改面。只要你这亲生外甥肯浪子回头，谁还能拦着你给舅舅尽孝？你的意思是？说到底，房子的事儿得李长生拍板。只要你演得够惨，让李长生当众原谅你，同意把房子给你，他周红梅一个外人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你的意思是要我去接我老舅回家？去吧，大孝子，哭得惨点儿，让大家看看你的诚意。各项证据都已固定，1周后正式开庭审理，我们肯定能赢。好。周院长，出事了！医院护工刚打来电话，说有个戴帽子口罩的男人在住院部到处打听李老先生的病房，听体貌特征描述，绝对是刘继宗。这畜生狗急跳墙，马上要开庭了，他肯定是冲着师傅去的。马上给护工打电话，死死拦住他，绝不能让他把人带走。徐律师，带上取证设备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舅舅，我来看您了，外甥真的知错了啊！你干什么？老先生在疗养，周院长交代过，谁也不能随便探视。你快出去！滚开！我是李长生唯一的亲外甥，我来看看我亲老舅犯法吗？直播间的家人们评评理呀！我这半个月天天闭门思过，我知道我以前混蛋不是个人，我现在真心改过自新，想接我老舅回家好好养老，但他们不让。难道我犯了一次浑，就连个知错就改的机会都不给我吗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这就接我舅舅出院，我就是背也要给我舅背回去。你干什么？老先生身体虚弱的很，根本不能出院。这是周红梅老师特意交代的，你们谁也不能带走他。你们听听，这护工说是周红梅特意交代的，不能带走人。我可是他亲外甥，我能害了我舅舅吗？人我凭什么不能带走？我是接了通知的，反正人就是不能带走。听到没？他说是接到通知了，我看我舅舅早就没事了，就是周红梅想吃人血馒头，为了他自己立尊师重道的好名声，强行把我老舅软禁扣押在医院。你胡说什么啊？周红梅老师是好人。周院长，刘继宗直播间的数据不正常，现在网上骂声一边倒，说您为了流量扣押老人，吃人血馒头，热度飙升太快了，绝对是背后有人在疯狂买水军加热。刘继宗这种底层无赖，没这个财力，更没这个脑子，这背后偷偷推波助澜的，除了冯云霞，还能有谁？这已经是典型的利用网络寻衅滋事了。他们越疯狂，留下的电子证据就越扎实。我周红梅行得正，坐得直，哪怕他用水军掀起滔天巨浪，我也不怕。师傅，开快点，绝不能让我师傅落在这畜生手里。刘继宗，你怎么招过来了？你想干什么？老舅，外甥真的知道错了。今天当着直播间100万网友的面，我发毒誓，只要您跟我回家，我以后一定砸锅卖铁孝顺您。如违此事，让我天打雷劈！你滚！我不信你这满嘴谎话的白眼狼！老舅舅，我是真心悔过，你得看看我呀！你走，我不要你看我，你赶紧走！舅舅，你就算不相信我的诚意，你也得看看网友的态度。网友？什么网友？这弹幕咋都是在骂红梅嘞？老舅，您看看，现在全网都在骂周红梅，她为了立好人设，硬生生扣着您不放。您要是今天不跟我走，她这名声可就彻底烂透了。这红梅不是这种人，不能乱说啊。红梅是看我生病了，才给我接过来嘞。哎呀，舅舅，你被你徒弟骗了，你不知道他就是故意给你扣下来的。他在外面到处败坏我，给他自己攒流量。他是火了，我现在过得可惨了。你过得惨，那是你老东西，你今天要是敢再说下去，我马上让水军把周红梅骂上热搜第1，我要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所以这些人都是你弄来的，你就这么想害红梅？老舅舅啊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现在100万网友给你做见证，
我肯定好好对你。你不是喜欢吃街上的卤肉吗？我都给你买回来了，跟我走吧。你就说你跟不跟我回去吧。你要是不走，周红梅今天可就身败名裂了。你，老舅舅，你就答应吧，这100万网友可都看着呢。我跟你回去。家人们听见了吗？我老舅终于原谅我了，我这就带他走。这不能走，你们不能走！滚开！没听见我老舅说要跟我走的吗？你再拦我一个试试！你这可怎么办啊？放开我师父！刘继宗，你还敢来医院骚扰我师父？前2天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家人们快看啊，这就是那个吃人血馒头的周大团长。我舅舅都说自愿跟我回家了，他还要带人硬拦着，他就是怕流量没了，非不让我们团圆啊！红妹，你别管了，是我自愿了，我跟他走。师父，您别怕，有我在，今天谁也逼不了您。刘继宗几天不见，学会用手段了呀？你以为搞个直播，靠着网络暴力就能颠倒黑白了？什么叫颠倒黑白？我这叫真心悔过。好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真心悔过，要接舅舅回家养老，我怎么会拦着你尽孝？家人们听见没？他没理了。老舅，咱们走。慢着，尽孝也得有个尽孝的态度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你孝顺，说我为流量扣押人，你一心要对老人负责，那先把医药费结了吧。医药费？什么医药费？怎么想耍赖？你舅舅生病住的是最好的病房，用的是进口药，莫非你想抵赖？还是说你这个所谓的孝子是口头孝子，香火孝子？那你说多少钱？也不多，你拿20万出来，我就信你改过自新。20万？你抢劫啊！20万，你怎么不去枪啊？家人们，你们看看，他这就是敲诈式勒索，是不是敲诈勒索？得讲证据。李老先生送来时重度营养不良，双膝严重积水，这些钱每一分都花在了专家会诊和特效药上。这是医院的发票，一目了然，收费绝对合理。刘继宗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孝顺，总不能是我这毒妇花钱给老人治病，你这个孝子贤孙坐享其成吧？让你拿20万也合理吧？你20万，刘先生打算怎么支付啊？他一个板界神子乳图类老不死，凭什么花老子20万？这钱谁爱出谁出，老子没钱！贱人，你还敢坏我好事儿？老子弄死你！红梅小心！你可以继续寻衅滋事，我不介意在开庭前再送你一份故意伤害的起诉书。师父，没事吧？快躺下休息。红妹啊，我没事儿。刚才徐律师说我这病花了20万，你怎么给我这板界神子入土的老骨头花这么多钱啊？这得唱多少场戏才能挣回来？我心里过不去呀。师父，这算什么大钱？当年在乡下破戏台，您为了把我从亲爹妈手里救出火坑，拿出的200块钱，是您走街串巷拿命唱戏攒下的半副身家。那200块钱的恩情算到今天，我是无论如何也还不清的。你这孩子，大小就是这么犟。犟吗？是有点。记得我刚收你为徒那年冬天，那年天可真冷啊，我心疼你，想让你多睡会儿。练功的时候没叫你，但你第2天起的比所有人都早，手上脸上都是冻疮，流脓流血了，你都硬是一声不吭。我当时看着你那个倔劲儿，就觉得你以后一定能成角儿。现在你也真的成了，那也是您一招一式教出来的角儿。师父，那个畜生的真面目，您今天也真真切切的看明白了。马上就要开庭了，您准备好了吗？红梅，师傅这次不退了，这官司我跟他打到底。李老先生放心，开庭日就在下周1，我们会赢得漂漂亮亮，让他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全吐出来。红梅啊，我这辈子在戏台上唱了无数回对簿公堂的戏，包青天、海瑞都唱过，可这真到了法院门口，这心里头还是止不住的打鼓，有些害怕。师父，戏里的青天大老爷是老百姓判出来的，
可这法院里的公平正义是真刀真枪护着咱们的，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也绝不会让好人受委屈。况且你还有我。法官大人，那谢姨可是我老舅亲笔签的，完全自愿。他一个绝户头，房子给亲外甥，天经地义。法官大人，该赠与协议成立的绝对前提是被告必须履行附加的赡养义务，但被告不仅未尽到赡养责任，甚至对我方当事人实施了长期虐待与遗弃。这是医院开具的重度营养不良及旧伤复发鉴定报告。放屁！那是他自己走路不长眼摔的，他年纪大了肠胃不好，这关我什么事儿？是吗？被告为了逃避责任，开庭前在网络上大肆造谣，反而激起了全网公愤，让网友深挖出了真相。这都是他们招认伪造的。不仅如此，还有这份你以老先生性命为要挟，敲诈我方当事人300万的录音，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本院当庭宣判，被告未履行赡养义务，且存在遗弃虐待行为，依法撤销涉案房屋赠与协议，限持配合原告办理过户手续。老东西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为了一个外姓的臭戏子，要把你亲外甥往绝路上逼啊！刘继宗，判决已经生效，你还是多关心你接下来的牢狱之灾吧。我们这代老人总觉得血脉亲情重于天，哪至于闹上法庭？可经历了这场劫难，我算是彻底醒了。师傅，都过去了。我精心养大的亲外甥，觉得我老了没用了，变着法儿的作践我。反倒是我当年一时善念喇叭的徒弟，竭尽所能的护着我。继宗是我看着长大了呀。你说，好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就成了这副吃人的模样？师傅，世道人心不全靠血脉，您放心，房子要回来了，以后的日子我给您养老。徐律师，麻烦你先扶我师傅去车上。好，交给我。冯云霞，站住！哟，红梅啊，听说你今天打官司，作为同事，我特意过来看看。看我，是来看我身败名裂的吧？网上那些黑料是你找的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别装了，我查过营销号的资金流水，全指向你。共事30年，你为什么害我？看来被你发现了。那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，我就是看不惯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周红梅，你心里清楚吗？当年你没来剧团的时候，谁不知道我才是台柱子？但你一来，才半年就抢了我的位置。又是周红梅挑大梁啊！不是红梅还能是你啊？红梅可是台柱子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凭什么？你练的我都练了，大家都一样训练，我凭啥不能是挑大梁的？只能唱你挑剩下的戏？凭什么？周红梅，你抢了我30年的主角，所以我让你晚节不保，身败名裂，很公平吧？凭的是我技术过硬，凭我比你吃苦，你练1个小时功，我就练2个小时。你只看到你的努力，觉得没当上台柱子委屈，但你知不知道我付出的比你多？看看我手上的老茧，再看看你的。那些年在剧院用功的时候，你白天要化妆看电影，晚上要跳舞。我呢，我都在没日没夜的练功，所以我能成为剧团当家的，也能稳坐在做这个位置上。你这么坑我，我就不会这么放了你。我会把你做过的事情打报告交给团里处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恭喜老李，房子可算要回来了，晚年总算有个安生的地方了。刘继宗那白眼狼是罪有应得，房子没了，亲事黄了。听说因为敲诈勒索被判了10年。进去也好，受受教育。50岁出来还有手有脚，饿不死。这房子我留着养老，等我100年以后，无偿捐给国家做戏曲传承站，绝不给那畜生留1分1毫。呸呸呸！师傅要健康长寿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。对，不如把徐成大律师叫过来，一起吃个便饭。这事儿多亏了他。这徐律师平时挺忙的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我老头子要感谢他，他还能不来？校长，老爷子什么吩咐？还不快给徐律师打电话？好嘞。哎，李老先生，
恭喜您乔迁之喜。徐律师，不是说好就吃个便饭吗？您怎么破费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我这就把钱转给您。这海鲜多少钱？周院长，这是我孝敬老先生的一点心意。您要是给钱，这顿饭我可就不敢吃了。哈哈哈，没错，红梅，你跟徐律师见什么外？这徐律师可是自己人，自己人客气个啥？去把菜洗了。没错，还是老先生通透啊，我这就去弄。师傅，你看你。师傅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什么自己人？徐律师怎么能是自己人？您这也太乱点鸳鸯谱了。乱点鸳鸯谱？我老头子眼睛可不瞎，这徐成律师对你肯定是有心思的吧？您别乱说，我们就是普通的合作关系。红梅啊，别人我不知道，徐成的底细我可打听过，人家是红泉律所的合伙人，平时打的都是几千万上亿的商业官司。我这套破房子值几个钱，人家凭什么为你跑前跑后？你也40多岁了，功成名就的，就没想过成个家，找个知冷知热的人？师傅，我不是不知道他的心意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。我从小在泥地里摸爬滚打，吃尽了苦头才站稳脚跟。他那么优秀，一靠近我就觉得尴尬，我觉得自己不配。你呀，就是前半生过得太苦了，人一旦把吃苦当成了习惯，等真到了幸福敲门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不真实，总怕自己抓不住。红梅，徐律师是个不可多得的良人，你得试着放下防备，去接触他，感受他，这样才能慢慢抓住你的幸福。可是我……照我说的，去试试。别动，袖子要沾水了。那个，下周省剧院有场我汇报演出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不知道徐大律师有没有空去看？有空，只要是你的戏，我永远有空。剧团对我的处分下来了，我提前退下了。文件发下来的时候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跟你较着劲儿斗了一辈子，最后竟选了个最下作、最无趣的法子。周红梅，你赢了。以后什么打算？我可比你有出路。我去南方找我儿子养老，明天就坐飞机走。既然明天才走，那就看完这场戏再走吧。